上一世，我被认回镇北侯府，张姐为了养子污蔑我，害他心疾发作。侯爷和夫人信了，将我逐出府门。没多久，我冻死在城外破庙里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被接回侯府那日。父亲，母亲，他根本不是我弟弟。我没有掏出能证明身份的半枚麒麟玉佩，走回了慈幼院，不想再去拥抱冰冷的亲情。20年后，我成了药王谷少谷主，在京城开了一间回春堂药炉。大夫，求你救救我弟弟。20年了，萧明书成了京城第一贵女，萧景恒成了侯府的心头肉，而他们大概永远也认不出，眼前这个大夫，就是当年被他们拦在门外的人，那个真正的侯府嫡子。此人，我不依。你说什么？此人，我不依。我知道你是京城神医，请你出诊并不容易，不过你放心，银子不是问题，只要你治好我弟弟，价钱随便开。药炉有规矩，我不依他，是因为他的情况不在我的医治范围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打听过了，你连晕死之人都能救回来，我弟弟只是胎里带寒，偶尔心口斩痛，你说你治不了？姐姐，算了，我不想你为了我弟三下死，这副模样和前世他污蔑我是一模一样。裴大夫，莫不是嫌这些黄白之物俗气？也罢，只要你今日肯出手救治我弟弟，明日镇北侯府便在京城最好的地点为你重修一座回春堂，这份恩典够不够？萧大小姐，我挑病人看的是病，不是钱。你弟弟的病我不看，金子拿走，人出去。不就是没把握治好我弟弟吗？什么药王谷神医，我看全是吹出来的。姐姐，别说了，我心口疼。景恒，裴彦慈，你的药楼被查封了。敢问院判大人，凭何封店？你昨日是如何怠慢镇北侯府的？自己心里没数吗？竟敢将侯府世子拒之门外，简直有辱医道。昨日还没有的，我懂了。侯府给了你多少好处？你胡说什么？这是太医院的决定，马上收拾东西滚出去！裴大夫，这么快就落锁了？昨日拒诊时不是骨头挺硬的吗？怎的今日连个营生都保不住了？裴彦慈，从今日起，这偌大京城再无一家医馆敢留你坐堂。不过本小姐倒可赏你最后一条生路，入侯府做我弟弟的贴身府医，随叫随到。若能治好他，我保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萧明书，你当真以为这天下只有镇北侯府能一手遮天？他不知道，我不单是这间药炉的坐堂医，更是天下医道圣地药王谷谷主裴玄清唯一的义子。我入京不过是为了磨练心性，整个大境医道，药王谷才是真正的天。想断我的生路，可笑！听闻这裴彦慈嫌侯府赏钱少，竟见死不救，连他手底下的药童都出来指认，说他私收黑钱，如今被太医院封了铺子，真是报应。这等丧尽天良的庸医，哪配悬壶济世，就该千刀万剐。明明是太医院收了侯府的打点封我药炉，他却反咬一口。同样的手段，前世我便领教过了。
萧景恒心急发作，他便四处造谣是我所害，令我身败名裂。许是我福薄命浅，时日无多，诸位莫要再去责怪裴大夫了。世子，快别说这等丧气话，千错万错都是那庸医的错。怎么，裴神医这是熬不住了？萧明书，我答应入府替令弟诊治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在侯夫人午时寿宴之上，当着满座宾客的面，为世子会诊。当众会诊？裴彦慈，你如今声名狼藉，莫不是嫌自己名声不够坏？当着满京权贵的面，向镇北侯府低头认罪，这不正是大小姐想要的？我正好借此机会当众赔罪，给自己讨条活路。裴彦慈，你还真是条能屈能伸的好狗。也罢，既然你上赶着丢人现眼，本小姐成全你。不过此事必须瞒着世子，他身患心疾，若知晓有这般阵仗，恐会心虚起毒。若因此出了岔子，裴某概不负责。依你便是。你便是裴彦慈？正是。我是景恒的母亲，裴大夫。景恒是侯府的心头肉，今日请你过府，侯府是带着诚意来的。只要治好景恒，名利赏赐皆不在话下。你药炉被封之事，侯府自会替你周旋，以后太医院也绝不敢再刁过于你。可惜他许诺的这些东西，我一样都不缺。侯夫人，裴某今日只为诊病而来，一切待诊完再说。裴延慈，夫人的话是宽慰，本侯的意思是，你若能治好景徐，侯府自当重赏。你如今已是声名扫地，今日当众会诊，是你自求来的，也是你最后的机会。若治不好，这偌大京城将再无你立锥之地。侯爷，能不能治，得看了脉象才知晓。这庸医终于肯低头了，侯府此举当真是大快人心。让我们一起看看这江湖骗子待会儿怎么跪着求饶。姐姐，他根本不知道满堂权贵正盯着他。裴彦慈，开始吧，赶紧给我弟弟看病，治不好，你就永远滚出京城。吸气，呼气，胎里寒毒，心脉衰竭，诊断写的一个比一个严重。萧景恒，你这病确实挺难治的。哼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是神医吗？连你也治不好，我看你就是个庸医。庸医，果然是庸医，他就是想推卸责任，侯府赶紧把他抓起来。因为令弟根本无疾。你说什么？裴彦慈，你认真的？我说他没病。没病？萧世子20年药罐子不离手，怎么会没病？侯府请了多少名医，太医院都看过多少回了。裴彦慈，你为了给自己拒医脱罪，竟敢当众羞辱我弟弟！景航自幼体弱，胎里带寒，心急缠身，你不过摸了片刻脉，就敢说他没病？裴大夫，我敬你有几分名声，才与你会诊。可你不能因与侯府有怨，就拿景恒的身子开玩笑。母亲，别怪裴大夫，或许是我这病太古怪，裴大夫一时瞧不出来。裴彦慈，本侯给你机会是让你治病，
不是让你信口雌黄。你若说他没病，就拿出证据。脉案多年皆有记载，寒症入脉，心气不足，痰血上涌。你一句没病，未免太轻率。院判也觉得这脉案没有问题。这脉案有溥仪记载，也有太医院批复，岂容你污蔑？我何时说它是假的了？我只是说脉案上写的病和萧景恒此刻的脉象对不上。若真心气衰败，寒邪入里，脉象当沉迟细弱，面色清凄，唇甲泛紫，四肢厥冷。可方才我诊他，浮取有力，沉取不绝，像是外物扰脉，刻意催出来的虚象。胡说！你说外物扰脉，可有什么证据？证据自然会有。裴大夫，你若有真凭实据，便当众说清；若没有，请你立刻向景恒赔罪。裴大夫，我知道你不愿为我看病，可我从未逼你。今日是母亲寿宴，我只想陪母亲一日，你为何非要这样羞辱我？景恒，裴大夫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你不肯依我便罢了，为何还要逼我到这个地步？景恒，我的儿，景恒，你醒醒，你别吓娘！裴彦慈真吐血了，这哪里像没病？他方才还说世子无病，这不是把人活活气成这样吗？裴彦慈，你满意了？我弟弟自幼体弱，心急缠身，你不救便罢，还当众羞辱他。如今他被你逼得吐血昏厥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来人，把他拿下！谁敢？这里是镇北侯府，还轮不到一个药童放肆。脉象浮乱，气息微弱，心脉受惊，世子救急深重，最忌情绪激大。方才裴大夫言辞过急，确有诱发急症之嫌。听见了吗？院判都这么说，裴彦慈，你还敢巧辩？裴大夫，病人在你眼前吐血昏厥，你该立刻施救。若再推三阻四，回春堂怕是再无立足之地。今日景恒若有个3长2短，本侯要你给他偿命。你看什么？难道你还想说这血也是假的？人都昏了，还能作假不成？院判诊断的这么快，连吐出的血都不看一眼。吐血之症，结合世子救急与脉象，已足够判断。心急急发所致吐血，血色多暗，气味腥沉，且常加痰沫。萧景恒这口血颜色太艳，气味也不对。取一碗清水来。既然诸位都亲眼见了血，那便当众验血。若是真血，我立刻施救；若不是，今日该给交代的就不只是我。萧小姐，把帕子放进水里。验。诸位看清楚了，人血入水即散，不会如此粘结。萧景恒这口血掺了东西，现在还要我给世子偿命吗？取清水，1碗即可。裴彦慈，景恒都被你逼成这样了，你还要折腾他？若真是心急急发，肺腑逆血，清水一验便知；若不是，照他说的做，本侯倒要看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这血怎么会有香味？我家中有人咳过血，腥得很，哪里会这样甜？颜色也太鲜了。院判大人可看清了？血入清水后，色泽轻浮，且有异香，却与确寻常咳血不大相同。哼，不大相同。院指大人行医多年，难道连一句实话都不敢说？就算血有问题，又能说明什么？景恒现在人事不行，难道也是假的？景恒，你醒醒，你别吓娘！我只证明了一件事，他方才吐出的不是心急咳出的血。够了！本侯不管这血有何蹊跷，景恒是在你诊治之后昏迷的。今日若他醒不过来，你就休想踏出镇北侯府半步。裴彦慈，你不是说你医术高明吗？你不是说景恒没病吗？那你现在就把他救醒！若景恒醒不过来，你就拿命来偿！裴彦慈，你不是说他没病吗？那你现在就把他救醒。若景恒今日有半点差池，
我要你拿命来偿！松手！你还敢？你若真想救萧景恒，就松手。医者失针，罪忌旁人拉扯，针偏半寸，才是真要他的命。如何？景恒到底怎么样？气血未乱，心脉未浊，神识未散，自然能救。只是救醒的方法未必合萧世子的意。你什么意思？昏厥分真假，真厥者针入人中少红内关，自有转醒之机；假厥者越是装得死，越怕一针落到不该落的地方。裴大夫，世子金樽玉贵，你不可乱针。周府医既然怕，不如你来救。都闭嘴！裴彦慈，你若敢借机伤他，萧大小姐放心，这一针若他是真昏，最多刺痛片刻；若他是假昏，便足够让他自己醒来。萧世子既然心急缠身，想来身子虚弱，反应迟钝，那这一针便取伤中下3分。裴彦慈，醒了，方才不是昏死过去了吗？姐姐，我害怕，我刚才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觉得有东西要扎下来，才本能躲了一下。姐姐，他要害我，他真的要害我。姐姐，我怕他要害我，你不信我了吗？我真的不是装的，我只是被吓到了。萧大小姐当然清楚，侯爷、夫人，世子的身子，小人诊治多年，最是明白。胎里带寒，心脉不足，遇惊则惧，遇寒则痛。周大夫，你快告诉他们，我没有装病。世子自幼体弱，药方、脉案、煎药记录皆在，岂是裴大夫一句没病便能抹去的？裴延慈，你听见了？周怀在侯府多年，世子的病是他亲手看着的。这些年景儿每次发病，我都守在床边，那满身冷汗，难道也是假的？周怀，你确定景恒的病从来没有问题？小人以性命担保，世子的病千真万确，太医院也认过脉案，并非小人一人之言。以性命担保，周怀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阿青，把脉案按年份排开。3岁、10岁、15岁，今年入秋，20年脉案，病名一样，脉象一样，用药路数一样，连避开的温补药、固定加的寒凉药也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萧景恒所谓20年病症，从诊脉、记案到控药，始终出自治同一条手，而这只手叫周怀。这便是世子今日服过的药，药炉未熄，药渣也未到。所有人退后3步，药汁、药渣当场封存。一路有你们侯府的人和御史台的大人看着，谁也别想说我动了手脚。药来了，现在可以验了。裴大夫，世子金樽玉贵，你仅凭一根银针能验出什么？银针变色，只能说明药性异常。药中含有违禁药材，长期服用会扰乱脉象，损伤心神，使人呈现出病弱假象。具体药性与用量，应由太医院封存复验，记录入案。不错，此药性寒入里，确非调理之药。药渣、药汁、银针即刻封存，待负责后作为证物呈送御史台。怎么会这样？周怀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周怀，你在侯府伺候景恒这么多年，侯府待你不薄，你竟敢下这种东西！大小姐，我……药是你煎的，脉案是你写的，如今验出寒心草和迷神散，不是你，还能是谁？娘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每天喝什么药都是周怀端来的。父亲，
孩儿是不是这些年根本不是病弱，而是被人害成这样的？周怀，侯爷，小人没有，小人不敢害世子啊！你不敢？那这些药从哪里来？难道是我自己往药里加的吗？他在逼周怀认下全部罪名。裴彦慈，如今药里有毒，正说明景恒是受害者。你方才一口咬定他没病，根本就是误诊。我何时说过他不是受害者？我只说他的病象可以伪造。至于是谁伪造，谁知情谁受益，还没问完。裴大夫，难道我日日受药毒折磨，还要被你怀疑与害我的人同谋？周怀，寒心草陷寒入心，迷神散伤神乱脉。若只下一次，或许能说误用，可20年脉案年年相承。你一个府医，敢瞒着侯府，瞒着萧景恒，连续多年给世子下药。这么多年，世子自己一点不知道。我不懂药性，喝下去人会发冷、心口疼。他说那是病症发作，忍过去就好。周怀，是你骗了我，待我不薄。说，世子，您当真不知道寒心草和迷神散的药性吗？周怀，你少在这里攀咬。本世子信你医术，才将性命交到你手上。你如今害我至此，还想反咬我？性命交到小人手上，世子，您说这话不亏心吗？周怀，你想清楚再说。若有人逼你，侯府还能保你一命。可你若敢污蔑景恒，大小姐还要保他？到了这一步，大小姐还觉得世子什么都不知道？周怀，你若只说药有毒，罪在你一人；若这些药是有人长期受益，你最好说清楚。裴延慈，你休想有功！萧世子怕什么？若你当真不知情，周怀说的越多，越能还你清白。既然世子不知情，让他说完便是。周怀，说。侯爷，小人有罪。这些年，世子的脉案是小人改的，药方是小人开的，夫人和大小姐问起病情，也是小人圆的谎。你说什么？可不是小人想害世子，是世子要病，是世子要小人把平脉写成心脉不稳，把偶尔风寒说成胎里待急。你胡说！世子书房暗格里藏着旧方签，哪一张不是您亲手圈过时辰？哪一回宴前、祭祖前、侯爷训斥前，不是您叫小人备药？这些药并非治病之药，而是违禁之物，久用会乱脉、伤神，让人看起来像救急缠身。每一次所谓病发，都是世子提前吩咐小人准备，何时发作，何时昏厥，何时请太医过府，他都安排清清楚楚。你胡说！所以他每一次发病，都不是突然。不是，世子根本没有心急。周怀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本世子待你不薄，你竟敢当着满堂宾客污蔑本世子！父亲，此人分明畏罪攀倒，他给我下毒多年，如今被裴衍慈揭穿，便胡言乱语，想拉侯府下水。景恒，你告诉姐姐，周怀说的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姐姐，你还不信我吗？我从小是什么身子，你最清楚。多少次夜里我疼得喘不过气，都是你守着我。周怀，你想清楚，你一家老小都靠侯府养着，你今日若认下给本世子下毒，本世子还能留你一个全尸。这哪里像被冤枉，倒像是在灭口啊！刚才还快断气，这会儿中气十足，哪有半点心机？你别忘了，当年你偷换药材，是谁替你压下来的？你若敢害我，我就让父亲把你送进大牢，凌迟处死。留我全尸。萧景恒，你刚才把所有毒药都推到我身上时，怎么没想过留我全尸？来人，堵住他的嘴！谁敢动证人？侯爷，夫人，诸位贵人，小人有罪。世子每次病发，从来不是巧合，他要谁倒霉，便挑谁在场时发病。药量倾斜脸白心悸，药量重者吐血昏厥，小人负责配药改脉案。萧大小姐，您想想，
这些年世子哪一次病发不是更好有人惹了他，不顺他的意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他借病发博同情，借病发推罪，更借病发害人。下人撞见他夜里练剑，第2日便被打断腿。他打碎侯爷的玉镇钉，敷寒心草吐血，反害洒扫丫团被发卖。住口！这些都是你编的。编？卖案是小人写的，药是小人配的。那日哭给夫人看，那日让侯爷心软，那日把过错推给旁人，他都算得清清楚楚。原本装病借侯夫人心软剥连脸的事，都是世子交代的，小人该死。够了！一个府医满口风言，谁知你是不是为了脱罪胡乱攀咬？父亲明鉴，周怀疯了。我自幼病弱，满京城谁不知道？他几句话，难道就能抹掉我20年的病吗？所以，侯爷是觉得周怀的供词不可作数。人证罪意反复，今日他怕死，明日他也能翻供。说得不错，阿青，拿上来。这本账册出自鬼市，寒心草陷寒入心脉，迷神散能乱脉象。这2味药，寻常医家不会同用，更不会长期服用。你随便拿一本破账册，就想污蔑侯府，谁知是不是伪造的？15年前初3，寒心草2钱，迷神散半钱。15年前18，同样分量。14年前初3，仍是同样分量。竟然不是1次2次。萧世子所谓救急发作得很准，每月初3、18前后必有胸闷气短，逢宴客、宫中传召、明书归府，也总要添一场惊险。巧合，买药的是周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，就是这本。小人每回取药都按世子吩咐，不敢多一分，也不敢少一分。闭嘴！周怀的嘴可以说谎，账册不会。多年固定时间、固定数量、固定流向，鬼市账册已经把寒心草迷神散定死在镇北侯府这条线上。这本账册是京兆府昨夜查封鬼市药铺所得，封职未拆，账页未改，今日当众核对。诸位看清楚，第一笔违禁寒药与迷神类药材，购于10年前腊月初7。腊月初9，萧世子第一次重症发作，账上购药人即为周怀，去向标注镇北侯府世子院。那次你病了整整3日，母亲守了你1夜。姐姐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第二笔，8年前3月12、3月14，春宴救急复发，太医院院判写下心脉虚寒的脉案。第三笔，6年前8月20， 2天内宫宴前病倒，侯府推掉面圣。够了！一本来路不明的账件，能说明什么？周怀是府医，他要害我，他自己去买药，有什么稀奇？世子，你还要把所有事都推到小人头上？本来就是你，若只是周怀买药，自然还能狡辩。可每一笔后面都有经手签记，银钱走的是侯府内账，药包手印，暗号也在。这是萧世子今日残药，寒心草2钱，迷神散半钱，与3日前购入分量扣除中主烙号后正好相合。是，每次都是世子让小人按这个量配，少一分他说病象不真，多一分又怕伤身子。不可能，若只是你们2人串通，府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经手痕迹？这哪里是府医一人能做成的？10年账目次次对上，侯府到底瞒了多少事？闭嘴！萧世子，你可以说周怀下毒伪造卖案，甚至说今日一切都是他陷害你，可购买时间、数量、痕迹实际，与你每一次病发严丝合缝。你再想把所有毒药都推给周怀，已经推不干净了。账册又能说明什么？侯府人多，谁买的药，谁送进来的，谁知道？周怀是府医，他要害我，难道不会借侯府名头遮掩？
世子，你闭嘴！你收了好处害我，如今败露，便攀咬到我身上。周怀，你好狠的心！裴彦慈，若是周怀私自下药呢？景恒是病人，每日喝什么药，哪里能全都知道？哼，笑你到了现在，还在替他找退路。阿青，把人带进来。小六，你曾在周怀手下做过2年药童，萧景恒的药你可经手过？是，世子的汤药都是周府医亲自盯着煎，有几回他关上门不让我走。小六，你别胡说，我待你不薄。你让我发毒誓，还说我若多嘴，便让我在京城再无生路。你看见了什么？我看见周府医打开黑瓷小瓶，把黑色药粉倒进世子的汤药，那药一入汤就散，有股冷苦味。胡说！一个低贱药童的话也能当证据？他受了裴彦池指使。小的还见过你身边的人给周府医送银子，说这是世子赏的，让周府医嘴严些，别让侯爷和夫人察觉。住口！你这个贱奴，你敢污蔑我！购药有账，药渣有毒，周怀有供，如今还有人亲眼所见。萧大小姐，你还要说他只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病人吗？是世子让小人做的，小人不敢不做。小六说的都是真的，银子也是世子给的。周怀，这几册脉案不是你一人写的？是，不是小人一人。最初世子只是偶尔装弱，后来有人教小人用寒心草压脉，迷神散乱神，再写成胎里寒症，心脉不足。谁教你的？说清楚。是太医院院判，每逢世子要发病，他便过府，在小人写好的脉案上添几句。周怀，你可知污蔑太医院官员是什么罪？院手请看。萧景恒能装病20年，不是周怀医术高明，而是关键处总有人把假脉案盖成真病案。你胡说！你与太医院院判无冤无仇，他为何帮我？因为侯府给了好处，每年腊月都有银子送出去，脉案何时改，都是院判派人计划。闭嘴！侯爷方才说侯府求医被拒才查封回春堂，如今看来，侯府不是怒，是怕我拆穿萧景恒没有心急，怕20年脉案都是人为改道。回春堂被查封，却是太医院院判以拒医权贵、败坏医德为由上呈，此事太医院必查到底。萧景恒的病是假的，侯府求医被拒也是假的，真正该查的是这20年来谁借太医院之名，把一场骗局写成了脉案。原来回春堂被封，不是裴大夫失德有亏，是侯府怕旧账翻出来。20年啊，一个假病案竟能靠侯府和医官遮到今日。寒心草迷神散，购药记录、府医供词、人证旧案环环相扣。侯府若还说不知情，未免把满朝文武都当成傻子。姐姐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我是被周怀害的，我是受害者呀！若你真是被害，为什么每一次发病都正好是在你需要我替你出头的时候？我为了你，逼裴彦慈低头封他的药炉，当着满京城骂他冷血。你所谓心急，到底有几分是真的？姐姐，别叫我姐姐！你骗我，骗母亲，骗了整个侯府20年。父亲，我是您亲手养大的，就算我有错，也只是怕失去你们。侯爷，小人还有话。世子说过，若有一日真嫡子回来，只要救病坐实，侯府就不会要旁人。闭嘴！此言须记入案中。够了！今日寿宴闹出丑事，是侯府御下不严。萧景恒与周怀先押下去，严加看管。待本侯查明，必给诸位交代。此案牵涉医官与旧脉办，恐怕不宜只由侯府自查。自然，只是今日宾客众多，总不能任他们继续攀咬，先押入侯府地牢，封存证物。明日一早，本侯亲自上奏。不要，小人愿意去御史台作证，不要把小人关进侯府地牢。来人，先把萧景恒和周怀押下去。没有本侯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把他们押下去，严加看管。
任何人不得私自接近。侯爷，小人已经全招了，小人不敢再瞒。用医害命啊！还我当家的命来！青天大老爷们都在这里啊，给老婆婆做主啊！裴燕慈那个黑心肝的庸医，收了银子乱开药，把我当家的活活治死了。医死人命，又是裴彦杰，校服牌位都报来了，难不成真有其事？你是何人？今日侯府寿宴，岂容你无故喧哗？侯爷，老婆子是王婆子。我当家的去回春堂求诊，就是裴燕慈开的药，喝了药当晚就吐血断气。他还说背后有人撑腰，谁敢闹就让谁在京城活不下去。胡说！回春堂行医皆有一案，你说你丈夫死在回春堂的药下，一案何在？药方何在？你们听听，这就是仗势欺人啊！人都死了，还要问老婆子要药方？诸位都听见了，如今牵涉人命，裴彦池身为医者，若真有医死人命之嫌，本侯岂能坐视不管？佛爷，萧景恒与周怀一案证据未清，王婆子此时闯入太过凑巧，此事行交官府，不宜由侯府私自处置。本侯正是要拿人见官，既有苦主当众鸣冤，本侯便不能让疑犯逃脱。侯爷方才说压下萧景航和周怀是为了保住寿宴体面，现在王婆子刚好闯进来，你又改口替民申冤，说理说不过，证据压不住，便换一桩人命案来拿我。镇北侯府的体面原来一直是这么薄。裴延慈涉嫌医死人命，巧言狡辩，意图扰乱侯府寿宴。来人，先将他拿下，再送官府审问。用医害命，裴延迟害死我当家的，侯爷要为民妇做主啊！裴延慈、萧景恒的事，本侯自会查清。但你若真背着人命官司，就别想借今日寿宴全身而退。来人，先拿下他。若他清白，自有公堂还他公道。哼，公堂？少谷主！裴彦慈涉嫌医死人命，先看住他，等京兆府来人。侯爷慎言，眼下政务未封，证人未露，苦主供词也未核实。镇北侯府若先动手拿人，便有毁证灭口之嫌。医案在此，药方在此，未查清之前，谁也不能私自拿医者问罪。谁敢私自动手，便是毁证灭口。裴老谷主啊！药王谷谷主裴玄清，镇北侯好大的威风。裴老谷主，有裴老谷主在此，谁敢不问医案，不验凭证，便私拿医者？裴老谷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今日只是府中小事，镇北侯府当众逼我药王谷的人自证清白。养子装病20年被拆穿，你们不问真凶，反要拿查出真相的大夫。萧震以镇北侯府好大的威风，本侯只是想查清此事。王婆子闹得凶，若不先拿下，恐怕难平众怒。众怒？方才是谁说他是江湖庸医？又是谁说他败坏医德，不配行医？封回亲堂，拒诊侯府，揭穿萧景和骗局，你们都说他有罪。原来医者不顺你们心意，便都是庸医。裴老谷主息怒，裴彦慈所断萧景恒无病，并非妄。含辛草迷神散之症，银针脉象时辰皆能印证。至于有人借太医院之名打压回春堂，本院自会严查。裴老谷主，这都是误会，我不知道裴大夫与药王谷有救。有救，看清楚了，裴彦慈不是你们口中来路不明的江湖大夫，他是我裴玄清唯一的义子，也是药王谷少谷主。你说我医死了你丈夫？是，就是你。你这个庸医害死了我当家的。哭可以，但先把话说清楚。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年岁？王二狗，40多。到底40几？医案要记姓名、年岁、症状、脉象、用药。你若真来过回春堂，不会一样都说不清。裴延慈，她丈夫已死，你何必逼一个寡妇？镇北侯是怕问清楚，还是怕问不清死？心口疼，喘不上气，前几日吃了你的药就死了，我哪记得那么清楚？你们贵人欺负我一个老婆子！阿青，取回春堂进1月1案。
近1月姓王的男病患3人，7岁风寒，63岁腿疾，32岁外伤，没有40余岁心口疼、喘不上气后服药而亡的王二鬼。你当然会改医案，你是大夫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说得好，院手既在，不如请院手核验。一案纸张连续，莫记陈酒一致，非临时添改。3名王姓病患用药皆与病症相符，已说丈夫服回春堂的药而死，药方何在？药渣何在？可曾请仵作验看？可曾报官？王婆子，你丈夫若真死于我手，你该带来的是药方药渣失格报官文书，可你带来的只有一块牌位和一张骂我的嘴。用一条莫须的人命想压过萧景亭装病20年的铁证，镇北侯府的手段倒是越来越下作了。老夫以太医院院守之名作证，回春堂医案与问诊记录相符，并无王婆子所称病患，其丈夫之死绝非裴燕慈诊治所致。王婆子丈夫救急缠身，发作前未在回春堂取药，更无裴燕慈审治记录，所谓庸医害命，纯属贪污。原来是假的。萧景恒装病刚被劫，转头就闹人命，哪有这么巧？你们都是一伙的，太医院也帮着他，谁敢得罪药王谷少谷主？医案、药方、取药记录皆在，拿不出证据，今日污蔑，便不是撒泼能接过去的。你丈夫死了，不代表你可以拿他的死替别人做斗。是谁教你今日闯进侯府？又是谁让你扣到回春堂头上？裴燕慈，你少血口喷人！王婆子闹事与侯府何干？那你为何说不清病症？为何背错药名？为何院手一查医案，你便先看镇北侯府？都是你，裴燕慈，你毁了我，你不得好死！少谷主，看看。这玉，你这玉佩从哪里来的？随身之物。随身之物？不可能，这怎么会在你身上？夫人，不过半块玉佩，你先冷静。不是普通玉佩。难道是当年走失小公子的信物？镇北侯府丢过嫡子啊！都闭嘴！不可能！云慈，这是云慈的玉佩，这是我亲手给云慈系上的平安玉。云慈，云慈，我的云慈！不可能！真的是你，云慈，娘终于找到你了，娘找了你20年啊！原来裴神医竟真是镇北侯府失散的嫡子。玉佩能合上，这可做不得假。可方才侯府还要拿他问罪。你当真是云慈？所以当年那个孩子真的是你。那日府门前，我见过你，我拦过你，我说你是冒牌货。云慈，让娘看看你，就一下，娘错了，娘真的错了。侯夫人认错人了。我姓裴，名燕慈，药王谷裴玄清之子，回春堂大夫裴燕慈。我不姓萧，也不是来镇北侯府认亲的。裴燕慈？不是的，
你不是裴彦慈，你是云慈，是我的云慈啊！云慈，你听娘说，当年是娘不好，是娘没护住你，竟信了旁人的话，把你丢在外头这么多年。你怨娘，娘都认；你恨娘，娘也认。只要你肯跟娘回家，你要娘怎么补偿都行。侯爷，你说话呀！他是我们的儿子，是我们找了20年的云慈啊，不能再让他走了。云慈，跟娘回家好不好？你的院子娘亲自收拾，你喜欢什么娘都给你。侯府欠你的，娘用余生慢慢还。你不喜欢萧景恒，娘以后不护着他了。你不愿叫我娘也没关系，娘等。只要你回家，让娘每天看你一眼也好。云慈，望求你了，跟娘回家吧，娘把欠你的全都还给你，好不好？侯爷，你快求求云慈，快求求他跟我们回去啊！孩子，是为父错了。20年前，为父没有查清真相，轻信旁人，以致你流落在外。这20年，你吃过多少苦，为父不敢想。只要你肯回镇北侯府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镇北侯府名正言顺的嫡长子。不，父亲，我才是……闭嘴！这些年是侯府亏待了你，景恒占了本该属于你的位置，身份、名分、父母、宗族一样不少，全都还给你。对，云慈，你才是侯府真正的嫡子，娘给你最好的院子。镇北侯府嫡长子，写入族谱，侯府大少爷。侯爷现在想起自己是父亲了，现在想起血脉亲缘，想起族谱名分了。那20年前呢？这迟来的世子之位，能不能换回20年前马车前被你们放弃的那个孩子？侯爷，这块玉佩能证明我是镇北侯府走失的嫡子，可它证明不了你们还有资格来认我。孩子，当年是误会，是我们没查清楚。误会。20年前，我站在侯府马车前，带着半枚麒麟玉佩，衣衫褴褛。萧明书说我是骗子，萧景恒装病说心口疼，你们便让马车从我面前走了。云慈，娘不知道，娘真的不知道。你是不知道我是谁，还是不想知道？不是的。20年后，我以裴彦慈之名开回春堂，不求侯府一分一毫。萧明书求医不成，便勾连太医院查封回春堂，诬我无德，毁我医名。我只是以为你故意刁难景恒，我不知道你是……所以不知道，便可以仗势欺人。若我只是普通大夫，医名被毁，京城还有谁敢找我看病？你毁的不是药炉，是医者立身的根。还有今日，寒心草、迷神散、鬼事账册，人证俱在，遮不住了。王婆子便捧牌位闯入，喊我庸医害命。若非玉佩被扯落，诸位怕是要看一场侯府清理门户的好戏。可你终究是我的儿子，血脉不断，侯府欠你的，我会补。侯爷以为一个世子之位，便能补回马车前被放弃的孩子？这半枚玉佩，我留了20年，不是为了认祖归宗，他只是提醒我，20年前你们选过一次，20年后又选了一次，今日寿宴，你们还想再选第3次？别把迟来的认亲说成恩典。镇北侯府给我的，从来不是家，是一次又一次的抛弃和伤害。我有玉佩，我不是骗子。不可能！怎么会是你？怎么会偏偏是你？裴彦慈，你告诉我，
这不是真的。你不是萧云慈，对不对？这玉佩只是巧合，是王婆子扯错了。我做了什么？我为了萧敬恒骂你，封你的药炉，毁你的医名，还在寿宴上逼你给他看病，任由他们污你害命。可你才是我找了20年的弟弟，明叔。云慈，是姐姐错了，我不知道你就是我的亲弟弟。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只要你认我这个姐姐，我以后什么都补给你，世子之位，侯府家产，只要你开口。萧明书，你到现在还以为我缺的是这些？20年前我站在马车前时，缺的是有人愿意信我一句；回春坛被封时，缺的是有人肯问一句真相。今日寿宴，王婆子要毁我清白断我生路时，缺的是你这个所谓姐姐肯站出来拦一次。可你没有。我错了，云慈，我真的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就一次。不要再叫我云慈，也不要叫我弟弟。不，玉佩已经合上了，娘认出来了，父亲也认出来了，你就是镇北侯府的嫡子，你就是萧云慈。20年前，被你们留在马车后的那个孩子就已经死了。如今站在这里的是药王谷裴彦池。萧明书，你没有资格再做我的姐姐。萧明书，你没有资格再做我的姐姐。好，裴彦慈是我药王谷弟子，是我唯一的义子，也是药王谷少谷主。他的家在药王谷，他的归处也在药王谷。裴老谷主，镇北侯府20年前丢了亲子，不查明不辨是非。20年后见我义子医名在现，先封他药炉，毁他名声。今日又任由假世子府医医官勾连，伪造病案，陷害医者。裴老谷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您看在云慈。住口！他叫裴彦慈。传我药王谷令，从今日起，药王谷不再与镇北侯府私下往来。这是断了侯府暗箱操控医道的路啊！以后侯府再想私下买通大夫改卖案，怕是不可能了。凡镇北侯府涉案人员求医、求药、求方，必须由官府备案。谁若再借医道遮罪、伪造卖案、销毁药证、胁迫医者，便是与我药王谷为敌。裴老谷主，你这是要让镇北侯府无路可走！我断的是你们遮罪的路，不是病人的生路。镇北侯若真清白，何惧医案公开？今日之事，太医院亦不能置身事外。周怀长期伪造病证，私配寒心草与迷神散，已涉重罪。院判借太医院之名查封回春堂，指治裴彦慈，其中是否受贿，必将逐项清查。院首，下官只是奉章办事。奉谁的章？奉镇北侯府的银票，还是奉萧景恒那几本假卖案？岳首饶命，小人愿意再招，账册药房银钱往来，小人都能交代。来人，看住周怀与太医院院判，凡涉寒心草、迷神散、伪造卖案、收后贿赂者，一律登记在案，明日整报朝廷。岳首大人，小人还有话说。说，周怀，你闭嘴！你这个疯子！我闭嘴！萧景恒，你到现在还想让我替你死？他装病不是1日2日，寒心草、迷神散，什么时候咳，什么时候晕，什么时候吐血，都是他自己定的。那些卖案也全是按他的意思写的。景恒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姐姐，我没有，是他害我，他被裴彦慈收买了。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只会攀咬别人。
回春堂被封也不是小人一人能办成。他给太医院院判送过银票玉器，逼裴大夫低头替侯府遮丑。账册、案格、院判批过的卖劫副本都在。将周怀所供一一记录，卖案药渣账册人证全部带回。太医院院判即刻停职待查，凡牵连此案者，一个不留。走吧。云慈，你回头看看娘。阿言，姐姐错了，你回头看我一眼好不好？就一眼。萧景恒装病，他买通太医院院判，都是他。诸位可知，昨日镇北侯府寿宴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荒唐事儿。是不是回春堂的裴大夫？不是说他是庸医，拒救侯府世子吗？庸医？哼，你们都被镇北侯府骗了。那萧景恒根本没病。没病？他不是病了20年？装的！寒心草、迷神散、药渣一验，银针发黑，连府医周怀都当场招了。毁尸账册也摆出来了，买了多少送进谁手里，全有记录。那回春堂被封呢？正因裴彦池看出萧景恒无病，侯府恼羞成怒，才借太医院院判封了回春堂，又散布流言说他见死不救。更狠的还在后头，侯府疼了20年的萧景恒是假世子，被赶出去的裴彦池才是真正的侯府嫡子。畜生啊！亲儿子不认，反倒护着装病的假货。假世子装病装了20年，真是拿全京城当傻子耍。裴神医被封药炉，被骂庸医，原来全是侯府压人。侯夫人哭着求他回家，他一次都没回头。换我也不会。什么侯府体面？体面都被假世子吃药吃没了。假世子装病20年，真嫡子神医断亲缘，宅门丑闻。假世子装病20年，侯府收买医官，伪造卖案，逼封民间医馆。若这只是家事，往后权贵人人都可拿家事遮掩欺君。太医院院判配合查封回春堂，又借医德之名构陷裴彦慈。此案若不查，太医院卖案以后还有谁敢信？裴彦慈既是真正嫡子，20年前流落在外，归京又被侯府围剿。萧震不是失察，是纵容。院首，下官只是听信了侯府一面之词。你听的是一面之词，收的却是真金白银。回春堂被封那日，你可曾替裴彦泽说过一句公道话？好一个镇北侯府！朕给他的爵位，是让他护国安民，不是让他纵容内宅欺君，收买医官，残害亲子。北车，本侯亲自入宫请罪。父亲，只要陛下念着侯府旧功，是不是还有转圜？镇北侯萧震纵容养子冒充世子，收买医官，伪造卖案，欺君罔上，又残害嫡子，借权压民，构陷回春堂，罪证确凿。即日起，数夺镇北侯爵位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萧震欺君罔上，纵容府中养子冒充世子，收买医官，伪造卖案，残害嫡子，罪证确凿。即日起，数夺镇北侯爵位，革除一境职权，押入大牢候审。罪臣家眷，不得阻拦办差。本侯要见陛下。本侯镇守北境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此事便是萧景恒一人所为，本侯也是受了蒙蔽。这些话，还是到大牢里同审官说吧。冯库房查账册，内院首饰器物一件不许漏。
大人饶命，奴婢只是伺候人。府中下人登记告册，涉案者候审，未涉案者遣散归籍，不得喧哗，不得私藏府中财物。那就是萧明书，从前多威风，如今也成罪臣之女了，活该！为了一个假世子，逼得真嫡子无路可走，还敢封人家药炉。听说裴彦慈如今是药王谷少谷主，镇北侯府这是踢到铁板了。不许动，那是陛下亲自的匾额。圣旨已下，爵位褫夺，府邸查封，镇北侯府已经不存在了。中旨：萧镇革职查办，削爵为民，抄没家产，流放3000里，非赦不得回京。萧景恒冒名窃位，欺瞒朝廷，贬为庶民，逐出京城。侯府即刻查封。云慈，云慈，云慈，冷不冷？娘给你做的虎头鞋还没穿上。我母亲病重，求大夫随我走一趟，诊金我会想办法补上。救人是医者本分，我随你去。但萧姑娘，夫人若是急火攻心，寒邪入体太深，未必救得回来。夫人连日惊惧，又受寒太重，心气已散，我只能开安神续气的方子，能否熬过，看她自己。求您尽力。我会尽力。旧日婚约就此作罢。萧姑娘如今身份不变，莫再登门。娘，我去请大夫了，我还会再去，一定又有人肯救你的。云慈，娘错了，娘真的错了。明叔，我们是不是把他害惨了？娘，别说了。他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冷？病了没人管，疼了没人问。云慈，娘错了，可娘见不到你了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我要见萧明秘，我要见侯爷！罪臣养子萧景恒，冒充侯府世子，欺瞒朝廷，奉旨贬为庶民，押送流放，永世不得回京。这些东西已不是你能配的了。我是侯府世子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镇北侯府已经没了。这就是那个假世子，装病20年，害得真嫡子差点死在外头，活该！给我药，我真的有病，求求你们带我回去，我要见萧明丽。现在知道自己有病了，晚了！开门！我是镇北侯府的世子，姐姐、娘，你们救救我！萧明叔，娘，侯府，给我一碗药。姐姐，母亲，父亲。给我药！给我药！景恒，不要惹他发病！不，
不是天生心疾，是多年服用违禁药材，伤了心脉和根本，能保住命已是侥幸。我会好吗？往后余生，少不得日日咳喘，时时病痛。京城最后一场雪落尽，萧景村死在破庙里的消息也随风散了。少谷主回来了。恭迎少谷主归谷。20年前，我离开镇北侯府，身后无人喊我回去。如今他们认的是裴燕慈。义父，这一礼今日先不急着行。进殿，诸弟子听令。弟子在。裴献慈入阁20年，变药万菌，施针无错，治病救人，从未以权贵别见分一心。京城一行遭权势相逼而不折，遇骨肉相刃而不乱，见仇怨报应而不失医者本心。医者可救人，却不可贵权；可怜病，却不可纵恶；可失人心，却不可让恶人借人心行凶。言辞今日当着历代谷主牌位和诸弟子之面，为父将药王谷少谷主之位正式传于你，请少谷主承位。自今日起，你不再只是我的义子，也不只是裴神医，你是药王谷少谷主，是医道传承之人。裴燕慈领命。参见少谷主。从这一刻起，萧云慈彻底死在京城风雪里。参见少谷主。从这一刻起，萧云慈彻底死在京城风雪里。燕慈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必再向任何人证明你是谁。谷主，少谷主，太医院院守到了，随行还有宫中内侍，携圣旨与御赐之物，已至山门。请。太医院院守见过裴老谷主，见过少谷主。院守远道而来，辛苦。少谷主医术通神，心性端方，回春堂昔日蒙冤，太医院亦有失察之责。院判受贿，借官威查封回春堂，诬少谷主轻狱，如今已下狱问罪，涉案医官俱已革职严查。少谷主，回春堂的污名终于洗干净了。不是污名洗干净，是事实本就如此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药王谷裴延慈医术精绝，针法入神，洞察伪疾，清清冤案，护医道清正，不畏权贵。今真相大白，特赐金匾一方，以正天下视听。燕慈，去接。此匾非只赐你一人，也是替天下医者立一条明路。医者可入明堂，可在江湖，却不该被权贵一句话便定生死。裴燕慈只会治该治之人，守该守之规，金匾也好，虚名也罢，不会改变回春堂的规矩。真是御赐的，天下第一针啊！陛下亲赐的字，谁还敢说裴大夫是庸医？少谷主，开诊吗？裴神医，老婆子以前糊涂，跟着人骂过您，如今才知道是被镇北侯府的流言蒙了眼，求您别嫌我嘴贱。坐，病从何时起？风寒入肺，先服3剂。您不怪我。忌冷水辛辣，夜里别吹风。你今日是病患，不是街头传话的人。回春堂治病不治嘴，若再被人当刀使，害的是你自己的命。老婆子记住了。裴大夫，先前我也骂过您，说您心黑，今日不求您原谅，只求您按规矩给孩子瞧一眼。阿青，取温水，钱收回去。可我……急症先看，这是回春堂的规矩。回春堂今日重开，旧院到此为止，但规矩也从今日重新立起。进此门者是病患，守此门者是医者。信医便按方治，不信便另请高明。谁在借流言闹事，谁在仗势压人，
回春堂永不接诊。裴大夫，是我们错了。下一位，3钱川贝，2钱杏仁，煎2克钟，饭后服。裴神医，先前是小老儿糊涂，跟着旁人骂过您。去抓药。下一位，邵古桐，外头今日来的人太多，若都看完，怕是要到天黑。按号牌来，能等的等，等不了的先看急症。这位公子，回春堂今日看诊，需按号牌排队。你知道本公子是谁吗？礼部侍郎是我父亲，这些够不够？让裴延慈立刻给本公子看诊。裴神医，本公子夜不能寐，胸口烦闷。你若治得好，银票全是你的；若治不好，亲自登门给我父亲赔不是；若治不好，亲自登门给我父亲赔不是。号牌？什么？来回春堂看诊，先取号牌。你前面还有37位。你让我排队？裴燕慈，你别以为得了一块御赐金匾，便真能目中无人。阿青，把银票捡起来，还给他。一个药童也敢碰本公子的银票，本公子今日就要插这个队，你能如何？酒色过度，肝火上扰，3日清粥淡茶自会缓解，不危及性命，不需插队。若要方子，排队取号；若不看，请让开。你敢羞辱我？你真当这京城没人治得了你？你敢羞辱我？你真当这京城没人治得了你？公子慎言，我家少谷主立过规矩，回春堂门前，贫富贵贵皆按先来后到，扰乱医馆秩序，强逼医者先诊。回春堂会报京兆府，太医院也会备案。药王谷不压人，但也不许人仗势压医。公子若看诊，请取号牌；若不看，请让路。好得很。裴神医，那我们还按原来的号牌。按号牌。第38号，进来。伸手。阿青，求你替我通传一声，我只见裴延慈一面，只一面。我找了京城最好的匠人，玉佩补好了。以前是我错了，是我瞎了眼，害他受了那么多苦。侯府没了，父亲流放了，母亲也走了，景恒也得了报应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不求他认侯府，也不求他叫我姐姐，我只求他见我一面，让我亲口说一句对不起。若他愿意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少谷主，萧明书在外面，他拿着用金线修补过的麒麟玉佩，说想见您。他在雪里跪了很久，再动下去怕是……阿青，告诉他，碎过的玉就算用金线修补，裂痕也永远都在。20年前，萧云慈就已经死了，如今活着的只有药王谷的裴燕慈。是。他肯见我了吗？少谷主说，碎过的玉，就算用金线修补，裂痕也永远都在。20年前，萧云慈就已经死了，如今活着的只有药王谷的裴燕慈。下一位。